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今天看到的地图真的完整吗？把500年前的地图和现在的地图放在一起对比，你会发现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那些古老地图上标注着一些奇怪的陆地，而且这些陆地的地形描绘得非常具体。问题是，这些地方在今天的地球上根本找不到，无论是用谷歌地图搜索，还是走遍世界各地，都没有任何对应的位置。那这些消失的大陆到底在哪儿？它们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如果它们从未存在过，为什么会出现在古代地图上？这一切我们一起找答案。想象一下这个场景，时间回到1513年，那时候还没有卫星，也没有全球测绘，甚至大部分世界还没有被欧洲探险家真正绘制出来。你站在奥斯曼帝国的一座图书馆里，手中拿着一张用羚羊皮绘制的地图，绘制它的人叫皮里雷斯。乍一看，它和普通的中世纪地图没什么区别，粗略的海岸线边缘写满了注释。但当你的视线落到地图下方时，你会愣住，那里出现了一块大陆，一块在16世纪本不该被人知道的大陆——南极洲。而且它不仅仅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这张地图描绘的是一个细节异常清晰的南极洲。更离谱的是，上面没有冰层，你可以清楚看到裸露的海岸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让人觉得不真实？因为按照历史记载，南极洲是在1820年才被发现的，比这张地图晚了整整300年。而且人类直到20世纪才通过雷达和卫星技术真正看清冰层之下的地形。那问题来了，一个16世纪的制图师是怎么画出这些的？地质学家告诉我们，南极洲上一次没有被冰覆盖，至少是在6000年前。那是一个比美索不达米亚、古埃及文明还要更早的时代，甚至是一个几乎没有任何历史记录的时期。可问题是，这张地图却用一种非常确定的方式把它画了出来，就好像真的有人见过它一样。那问题就来了，皮里雷斯是怎么知道这些的？这样的地图真的只有这一张吗？那些已经消失的陆地是否还被记录在别的地方？甚至我们现在使用的地图真的可靠吗？想要找到答案，只有一个办法，继续往下查。在世界各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中，隐藏着一些异常神秘的古地图。它们诞生于卫星出现之前，诞生于全球航行尚未完成的时代。在人类还无法完整认知地球形状的时候，这些地图却已经在描绘整个世界。更诡异的是，它们标注了一些并不存在的大陆，还有一些至今无人能够找到的岛屿。乍一看，它们似乎只是普通的古地图，但当你真正开始研究它们时，就会发现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地图只可能意味着2种情况：要么古代的制图师远远领先于他们的时代，要么他们画下的是一个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世界。一张地图可以说是错误，但如果是几十张来自不同年代、不同地区的地图反复出现同样的内容呢？那就不再是巧合了，而是一种模式。在16世纪到19世纪之间，一些所谓的幽灵岛反复出现在地图上，比如海布拉希尔岛、弗里斯兰岛。不仅如此，还有一些地图隐约描绘出了一个更诡异的东西，一个没有被冰覆盖的南极洲。问题是，这么多来自阿拉伯、中国、欧洲、奥斯曼的制图师，真的会在完全没有联系的情况下犯下同样的错误吗？还是说，他们其实都在参考同一份来源，一种已经遗失的原始地图？更诡异的是，这些证据分布在彼此几乎没有交流的文明之中，但他们画出的世界却像拼图一样能够拼在一起。这就只剩下2种可能：要么人类的历史比我们认知的复杂得多，要么我们对这些地图的理解本身就是错的。甚至有一种更大胆的猜想，这些制图师并不是在创造地图，而是在抄写来自某个我们早已遗忘的文明。1929年，一位学者在伊斯坦布尔的古老文献中发现了一张地图。乍一看，它只是普通的16世纪海图，奥斯曼文字、海岸线、航海符号，一切都很正常。但当人们仔细研究后，发现问题出现了。这张地图不仅画出了欧洲、非洲和南美洲，它还画出了一个巨大的南方大陆，看起来就像南极洲。但问题是，
南极洲直到1820年才被发现，整整晚了300年。更诡异的是，这张地图并不是凭空绘制的，皮里雷斯自己写过，它是参考更古老的地图拼接而成的，甚至有些来源可以追溯到亚历山大大帝之前。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意味着他所使用的知识本不该存在于那个时代。但事情还没完，这张地图最离谱的地方在于，他画出的南极洲没有冰，海岸线清晰可见，而根据地质学研究，南极洲上一次没有被冰覆盖已经是几千年前的事情，远在人类有记录历史之前。那问题来了，一个16世纪的制图师怎么可能知道这些？有人说这只是巧合，也有人认为那块大陆被误认了。但无论怎么解释，它的形状和位置都太精确了。如果皮里雷斯只是抄图，那真正的问题就不在他身上，而是最初绘制这些地图的人到底是谁？如果他的说法是真的，那这些更古老的地图很可能来自一个具备全球测绘能力的文明，一个我们从未真正了解过的文明。这张地图迫使我们面对一个不太舒服的事实，也许人类真正的第一批探索者并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些人，而在海洋的深处还隐藏着另一类谜团——幽灵岛。这些岛屿曾经在地图上存在了几个世纪，然后消失了。比如海布拉希尔岛，据说它常年被迷雾笼罩，每7年才会浮出海面一次。听起来很离谱，但古代的制图师却一次又一次把它标注在地图上，从14世纪一直到17世纪。还有弗里斯兰岛，在北大西洋被反复绘制，甚至一度被画得比冰岛还大。甚至还有安提利亚岛，早在哥伦布航海之前就已经出现在地图上。这些岛屿被认真记录、命名、绘制，就像真实存在的一样。但问题是，它们在今天的地图上根本不存在。为什么？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只有2种解释：要么这些岛屿真的曾经被人亲眼看到过，要么它们从一开始就是被编造出来的。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可能，也就是目击记录。这些幽灵岛之所以特别，并不仅仅是因为它们被画在地图上，而是因为有人声称真的见过它们。那些航海者回到陆地之后，带回了一些离奇的描述。他们讲述在远海之中发现过陌生的陆地，那里有奇怪的地形，甚至还有前所未见的生物。这些记录足以让当时的制图师相信，他们所掌握的是已经被证实的发现。但当后来的探险者再次试图前往这些地点时，却发现他们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1683年，一位名叫威廉·考利的海军上将在南美洲海岸附近发现了一座岛屿，他将其命名为佩普斯岛。还有所谓的布拉德利地，那是一片被冰雪覆盖的陆地，据说位于克罗科蒂以北。1908年，探险家弗雷德里克·库克声称发现了它。这些案例全部都是由航海者、水手或探险家报告的目击记录。但问题在于，这类记录本质上属于个人经验，它们取决于叙述的生动程度以及讲述者本人的主观判断。所以这些岛屿会被画进地图其实并不奇怪。但现代科学对此怎么看？很多科学家的回答是什么都没有，因为借助现代技术，这些幽灵岛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那么我们该如何解释一个根本看不见的地方？有人认为这些岛屿只是海市蜃楼，是光线与海面相互作用形成的视觉幻象。也有人提出火山活动可能曾短暂形成这些岛屿，然后又迅速被海洋吞没。但在这些解释之下，还隐藏着一种更加奇怪的声音，也许这些幽灵岛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那么它们到底是什么？是制图师误信了不可靠的报告，还是地质事件让它们短暂出现又被大海吞没？无论答案是什么，还有一种更令人不安的理论。这个理论认为，这些地图记录的可能是通往平行现实的短暂窗口。换句话说，海布拉希尔岛、弗里斯兰岛或许真的存在，只是它们并不在我们这个版本的地球上。也许在漫长的航行中，一些水手曾无意间进入了一个与我们相邻的世界。如果这个理论哪怕只有一丝真实，那么这些幽灵岛就不只是地图错误，它们可能意味着地图记录的不只是地理，还有别的东西。而这些幽灵岛的谜团
并不只存在于皮里雷斯的地图中，在欧洲之外，中国的古代航海图同样充满神秘。在明朝时期，从14世纪到16世纪的海上航行中，绘制出大量航海图。这些地图中也标注了一些今天无法找到的岛屿，有些位于密克罗尼西亚附近，有些则延伸到现代地图标注为空无一物的海域。但这些地图并不是随意绘制的，它们是为大型舰队提供导航的实用工具。也就是说，当时的航海者是真正相信这些岛屿存在的。那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要么太平洋上曾经存在这些岛屿，只是后来消失了，要么这些制图师记录的是某种被历史遗忘的东西。而更奇怪的是，不仅仅是地图，在波利尼西亚和亚洲各地的传说中，也反复出现沉没大陆和消失岛屿的故事。波利尼西亚人讲述着一个已经沉入海底的起源之地，日本的传说中也提到在东方海域之外存在失落的国度，甚至在菲律宾也流传着大片陆地被海水吞没的故事。这些神话与中国地图中那些消失的岛屿惊人的吻合。那么这些故事只是为了解释自然灾害吗？还是说它们背后隐藏着更真实的历史？1926年，一位英国作家在历史与考古界引起轰动，他的名字叫詹姆斯·丘奇沃德。他出版了一套3部曲《失落的木大陆》《木之子》《木的神圣象征》。在这些书中，他提出一个惊人的观点：人类最古老、最伟大的起源地，并不在美索不达米亚，也不在埃及，甚至不在亚特兰蒂斯，而是在一块名为木的大陆。丘奇沃德并没有把木当作神话，他声称自己是在几十年前于印度服役时发现这个故事的。一位神庙祭司向他展示了一批特殊的石板，这些石板在阳光下烘干，上面刻着奇怪的文字，不仅文字陌生，语言本身也完全不同。根据丘奇沃德的说法，这是一种早已消失的古老文字，那加玛雅文。当时全世界只有2个人能读懂它，他无法忽视这些神秘石板。于是他与祭司达成了一项协议，条件很简单，祭司教他这种语言，而他负责保护这些遗物。当他最终学会并读懂这些文字时，内容让他震惊不已。这些石板讲述了一个最初的大陆，一个在数万年前繁荣存在的地方，它的名字就是木。在太平洋之下，丘奇沃德描述了一个名为木的世界。他说那是一个极其先进的文明，那里的人被他称为纳卡尔人。在他的描述中，这个种族在智力和文化上都远远领先，甚至在很多方面比我们今天的文明还要更高等。根据他的说法，木大陆横跨整个太平洋，面积甚至超过南美洲。它的东西边界从马里亚纳群岛一直延伸到复活节岛，南北方向则从夏威夷一直延伸到南太平洋深处。那并不是一串零散的岛屿，而是一个完整而繁荣的大陆。据称，这片大陆拥有超过6400万人口，并被划分为10个部族。但尽管如此，他们却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并信奉同一种宗教。这个文明拥有7座大型城市，同时还建立了延伸至世界各地的殖民地。整个大陆的自然环境也被描述得极其繁盛，甚至远超我们今天所见的一切。但真正让人感到诡异的是接下来的部分。当欧洲制图师试图绘制太平洋地图时，他们不断在地图上填入那些如今已经不存在的岛屿，而他们的依据往往来自更古老的地图。那问题就来了，这些人会不会在无意之间记录下了木大陆曾经存在时的地理？但更大的问题是，木大陆到底在哪儿？又到底发生了什么？根据丘奇沃德的说法，大约在12000年前，木大陆突然消失。那加玛雅石板中记载，木大陆在一夜之间被剧烈的火山喷发和地震吞没，大地断裂，陆地崩塌，沉入火焰深渊。随后海水涌入，将一切彻底淹没。一个拥有6400万人口的文明，连同它的城市与知识，在一夜之间被抹去。当然，这样的说法也遭到了大量质疑。怀疑者提出，那些石板在哪里？为什么主流学术机构从未见过？而且这一切是否太过巧合？一个如此庞大的故事却只依赖于一个人的说法。但就在质疑声不断的时候，一些奇怪的发现开始出现。1921年，一位名叫威廉尼文的矿业工程师在墨西哥圣米格尔附近发现了上百块刻有神秘文字的石板。
这些文字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意义，但在丘奇沃德眼中却非常熟悉。他坚称这些符号与他在印度学到的那加玛雅文字极为相似。那么，这些石板是否也是来自同一个失落文明的记录？如果是的话，那穆大陆的故事就不再只是他的个人想象，事情还不止于此。在太平洋深处，一些潜水者开始报告奇怪的发现，他们看到的不是普通的岩石结构，而是看起来更像人工建筑的块状结构和墙体。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复活节岛，而巧合的是，它正好位于丘奇沃德所描述的穆大陆边界上。这座岛上那些著名的摩艾石像，也被一些研究者认为可能与某个失落母文明有关。与此同时，一些古代太平洋地图中也曾标注出大片陆地，但在现代地图上，这些区域已经完全消失。那这些制图师到底在画什么？这也引出了一个更大的疑问：为什么中世纪甚至近代早期的地图总是反复出现太平洋上的巨大陆地，而这些陆地在今天却根本不存在？有些探险者声称他们亲眼见过这些地方，甚至还有人坚持他们曾经登陆过。但随着时间推移，这些岛屿却逐渐从官方地图上消失。当我们把丘奇沃德的穆大陆理论与这些幽灵地图放在一起对比时，两者之间的重合令人不安。无论是16世纪的欧洲地图，还是中国明朝的航海图，都曾描绘出太平洋上广阔的陆地。那这些地图是不是在记录一个已经沉没的大陆？丘奇沃德本人就是这么认为的。在他看来，穆大陆并不只是神话中的传说，它是真实存在过的世界，而它的痕迹仍然保存在那些沉寂的文物和被遗忘的地图之中。只是这些地图记录的是已经消失的土地。当然，主流历史学家对此并不认可，他们认为穆大陆只是一个幻想，是某个人执念下的产物。他们指出，在过去12000年里，并没有任何地质证据支持一个大陆在太平洋中消失，而丘奇沃德所说的那些石板从未被主流学界证实存在。在严格审视之下，这个理论几乎站不住脚。但如果历史学家是对的，那问题反而更奇怪了。为什么威廉尼文在墨西哥发现的石板会出现类似的文字？为什么跨越几个世纪的地图总是反复画出那些不存在的太平洋大陆？这个谜题并不止于穆大陆，类似的故事还出现在更早的记载中。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对话录《地脉欧篇》和克里提亚斯篇中，他讲述了一个诡异的故事，一个关于失落之地的故事。这个地方叫亚特兰蒂斯。在柏拉图的描述中，这个文明的规模甚至超过了利比亚和亚洲的总和。它的位置在赫拉克勒斯之柱之外，也就是今天的直布罗陀海峡。它不仅给出了具体的位置，还描述了它与周围岛屿的联系。在他的描绘中，这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在科技与工程方面都远远领先。它曾经统治过欧洲和北非的一部分地区，但随后它消失了，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根据柏拉图的说法，这一切发生在距他大约9000年前，一场灾难性的洪水将整个文明吞没。围绕这个故事，人们的看法分成了两派。一部分人认为这只是柏拉图用来表达思想的预言，是对人类傲慢与堕落的警示。但另一部分人则提出疑问，如果只是预言，为什么他要如此详细地描述真实存在的地方，比如埃及等地？为什么要把一个虚构的大陆紧密嵌入真实世界的地理结构之中？如果亚特兰蒂斯只是幻想，那他为什么要把它描绘得如此具体？正是这种分歧让柏拉图的记载成为历史上最难解的谜题之一。而事情到这里才真正开始变得有意思。在后来的地图中，人们发现大西洋上层被反复绘制出巨大的岛屿，但这些岛屿在现代地图中已经不存在。一些制图师曾标记在欧洲和非洲以西存在大片陆地，它们的形状甚至和柏拉图描述的亚特兰蒂斯非常相似。但问题来了，这些早期的制图师是被水手的传说误导了，还是说他们参考的是更古老的地图？那些地图是否还保留着亚特兰蒂斯的痕迹？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不管柏拉图最初的目的是什么，他确实留下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想法，那就是地图可能不仅仅是记录地理，它们也可能是通往失落文明的入口，而亚特兰蒂斯就是这个概念最典型的代表。
但穆大陆和亚特兰蒂斯还只是表面。关于这些幽灵大陆的解释，其实还有另一种可能。如果这些大陆曾经真的存在过，只是后来被地球本身改变了位置呢？想象一下，有一天你醒来，发现自己的城市突然靠近北极，或者一座你熟悉的热带岛屿被埋在冰层之下。听起来很离谱，对吧？但这正是20世纪中期哈普古德教授提出的理论——地壳位移。他认为地球的地壳并不是完全固定的，它可能在软流层上滑动，在几百年甚至几千年的时间里，大陆的位置会发生巨大变化，海岸线会消失，气候会翻转，整个大陆可能沉没或者被冻结。甚至爱因斯坦本人也认为这个理论值得认真考虑。现在把这个理论和古地图联系起来，比如那张著名的皮里雷斯地图，它描绘了一个没有冰层覆盖的南极洲。如果地壳位移理论成立，那么在某个时期，南极洲可能并不寒冷，它可能位于温暖的海域，而那些海岸线也曾真实存在，直到地壳移动把它推向极地，最终被冰层覆盖。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失落大陆真的存在，但它暗示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古代制图师可能记录的是一个与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地球。那问题来了，既然有这么多可能性，为什么这些异常总是被迅速忽略？一部分原因当然是科学本身的谨慎。科学依赖证据而不是猜测，任何无法被验证、无法被测量的东西都会被暂时搁置。但这还不是全部，这里面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如果我们承认这些古地图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人类在数千年前已经拥有了我们无法解释的知识。这将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一件事：人类到底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了解这个世界？甚至我们是否真的是第一批绘制地球的人？这样的想法会动摇很多东西，它会冲击考古学、地质学，甚至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叙事。所以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忽略这些异常，把它们当作错误，当作巧合，然后放进博物馆的角落，继续维持原有的历史解释。但问题是，每一次我们选择忽视这些地图，也许也是在忽视一部分真相。那你觉得呢？这些地图到底只是错误，还是我们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它们背后的答案？如果你有自己的看法，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